听话的孩子有肉吃，这是爸爸常说的话。为了有肉吃，我们不仅听话，还摇尾乞怜讨好他。昨晚他又带回一个漂亮女人，两人只管饮酒作乐，完全忘了我们的晚饭。我们被饿得嗷嗷直叫，毕竟我们是永远喂不饱的。第二天，爸爸终于端来了一大盆肉，孩子们吃肉了，多吃点。我们10几个兄弟呲开尖牙，狼吞虎咽，又狠狠饱餐一顿。只是从此我们再没见过那个女人。爸爸回家时，身旁多了一个漂亮女人，那女人穿着紧绷的红裙子，依偎在爸爸身旁。爸爸咧着嘴笑，将女人往怀中搂了搂。女人笑骂：“你老说带我回家，还以为是什么豪宅呢，原来只是个破院子。咱俩相好1个月了，当然得带你回家。别小看我这儿，独门独院，舒服着呢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就咱俩的2人世界。”爸爸搂着她的腰，说着猥琐的话。女人笑笑，挣脱爸爸的怀抱，四处打量着陌生的院子。看到爸爸回家，我们都很激动，身旁的大哥忍不住叫了一声。爸爸看向我们，笑着说：“差点忘了我的乖儿子，走，过去看看。”女人诧异：“儿子？”爸爸笑而不语，打开关我们的门，伸手抚摸大哥的头：“乖，听话，明天给你们吃肉。”女人恍然大笑：“养这么多，原来你管他们叫儿子。”我也想要摸摸，只往大哥身边凑。以前爸爸不仅喜欢摸我，还喜欢抱着我亲。他说我是兄弟中最强壮的，肉多，手感好，最讨人喜欢。今天他抱着女人，腾不出手抱我，也腾不出嘴亲我，我有些着急。那女人却指着我笑：“她好可爱，求摸摸呢。”爸爸说：“那你摸摸她，她最听话。”女人柔软的手附上我的头顶，来回摩挲。她手上有浓重的脂粉味道，我不是很喜欢，可爸爸让她摸的，我不能拒绝，只好闭上眼睛，主动用头顶蹭她的手，装出很享受的样子。爸爸喜欢我们听话，他说听话的孩子才有肉吃。之前有弟弟调皮，不听爸爸的话，弄坏了他的东西，被他用皮带抽，不给饭吃，更不给肉吃，差点被活活饿死。真乖，真可爱，来，给你吃。兴许是女人真觉得我可爱，从手提袋里摸出一只鸡腿扔给我，我来不及谢她，快速咬在嘴里。大壮，不许乱吃东西！爸爸板起脸一声大喝，我吓得呆住，一时不知那鸡腿该吐掉还是咽下。他转头冲女人吼：“谁让你乱喂的？”女人也吓一跳，连起笑弯了爸爸一眼，一跺脚，一扭腰，嗔怪起来：“哎呀，你干什么？死鬼！吓我一跳，不就是个鸡腿吗？你至于大吼大叫的？”在我愣神的功夫，嘴里的鸡腿被2个弟弟抢走了。他们打成一团，骂骂咧咧的，你一口我一嘴把鸡腿分吃了。我忙垂头端坐，表现出乖巧委屈的样子。爸爸似乎也反应过来，自己的行为有些过激，他不慌不忙搂住女人，呲起黄牙在女人脸上亲了一口。他们命贱，不配吃这个，这是咱俩吃的，走进屋去。女人转怒为笑，依偎进他怀里。爸爸锁门时冲我们阴阴一笑，说：“乖儿子，等着，明天给你们吃肉。”不知为何，他这种笑常让我感到后背发凉。我们被爸爸关在这间大屋子里，出不去，只能通过门缝向外张望。对面正屋的灯亮起来了，他们的身影被映在了窗户上。我看到爸爸和女人在吃菜喝酒，爸爸似乎很饿，嫌吃的不够多，抱着女人啃，女人也不反抗，两人都倒了下去，没了影子。之后他们的嬉笑声却一阵阵传出来。我很庆幸他们没有把对方啃死，不然我们都得饿死。看不到爸爸的身影，我有些失落。还好饭菜的香味随风飘来，转移了我的注意力。兄弟们都闻到了，开始躁动，哈喇子顺着嘴角流。毕竟我们已经饿了2天了。每次爸爸一出门，家里的门就全都上了锁。他会给我们留很多吃的，吃完后他还不回来，我们得饿着。原以为他回来就会给我们做吃的，可他搂着女人。通常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等。在他的心里，女人总是比我们重要的多。有几个弟弟饿得跑去挠门，还呜呜哭起来，声音很大，此起彼伏。这种很不好，爸爸听见会很烦躁。烦躁的他会拿棍子打我们，会用冷水浇我们，会拿吃的故意折磨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肉却吃不着。我和大哥相视一眼，跑过去将他们赶开，并严厉警告：想吃肉就别闹，都忍着。爸爸只喜欢听话的孩子，你们不听话，小心活活饿死。我补充，还有以前最不听话的孩子都被车拉走了，你们不怕吗？有弟弟嘟囔，说不定拉走还好，可以天天有肉吃。说实话，有时候我也有这种想法，可他们抓走那些哥哥时凶神恶煞的模样，让我非常害怕。我宁愿待在这儿，哪都不去，反正也饿不死。正想着，我听到了脚步声，一定是爸爸来了，大家都兴奋起来。爸爸打开门，手里却没有吃的，他阴笑着喊我：大壮，出来。我立刻起身跑出去，爸爸随后又把门锁上。我知道身后兄弟们的目光恨不得将我撕碎，他们都以为爸爸把我单独叫去是去开小灶了，其实不是。只有我知道，爸爸是让我跟他们玩游戏，因为爸爸说我不仅听话，还很聪明。
我跟着爸爸回到正屋，屋子里灯光昏暗，那个女人一身的酒味、菜味，还有某种奇怪的腥味。她扭曲着躺在床上，眼睛眯着，冲着爸爸笑。死鬼，你怎么把她叫来了？春红，要玩就要放得开，就是玩个游戏。爸爸怪笑着，使劲揉捏着我的后脖梗。可我并不想跟他们玩游戏，注意力完全被桌上的烧鸡吸引，我直勾勾地盯着，口水不知不觉流了出来。爸爸指着烧鸡，又指着女人，拍拍我的头说：“乖儿子，跟他玩游戏，一会儿吃烧鸡。吃烧鸡玩游戏，这是老戏码了。他的话我必须得听，何况一会儿还有烧鸡吃。”我顺从地跳上床，躺到女人身边。女人伸手抚摸我，啧啧赞叹：“多强壮啊！”得到夸奖，我便直往她的怀里拱。女人抱着我，发出咯咯的笑声。爸爸忙拿出相机，对着我们一阵拍。对，就这样。春红抱紧他，他的眼睛贼亮，笑容很扭曲，说这句话时竟然流出了口水。没想到爸爸也会流口水，他也很饿吗？谁知女人却瞬间变了脸色，用力将我推开。她起身找衣服穿，还板着脸骂：“变态张铁柱，你特么死变态，欺负姐喝了酒，你特么不要脸，还拍照片，你要干嘛？你这个死变态，你当老娘是什么？由着你作践。”看得出女人有些昏昏沉沉，找衣服的动作很不利索，骂人也断断续续。爸爸的兴致被打断，眼底浮上一层阴冷，面上却还冷笑着：“你特么不就是贱人吗？不作践你老子特么作践谁？你今天踏进我的门，就由不得你，不拍也得给我拍。”他说着就抓住女人的头发，将她提起，狠狠打了她几巴掌。女人被他打得重重摔倒在床上，头发散落，将她的脸遮住，白花花肉乎乎的身体微微颤抖。这清晰的巴掌声吓得我一激灵，我呆呆地看着爸爸。他扔给我一块鸡肉，说：“乖儿子，接着玩游戏。玩游戏还要玩游戏。”我一口吞下鸡肉，简直香迷糊了。当然得玩，我还要吃鸡肉呢。我听话地凑过去，女人厌恶地躲开，手脚并用地踢打我。不过她的踢打毫无攻击性，我一点都不疼。爸爸边笑边拍照片，还录着像。哈哈哈，这又是一大笔钱。女人愤怒地哭骂反抗，还趁我不注意，狠狠在我脖子上咬了一口。爸爸怒了，恶狠狠说：“来到这儿就由不得你，想活命就识相点，老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”女人听后非常害怕，哭着求饶：“张铁柱，你这个畜生变态，你不是人别伤害我，我配合还不行吗？贱人，早听话不就好了，大家都快活。”之后，爸爸找来绳索，将他手脚绑在床上。他除了哭泣咒骂，再也动弹不了。爸爸终于满意了。女人如死鱼般躺在床上，只有一起一伏的肚子显示她还活着。爸爸又奖励了我一块鸡肉，将我送回大屋子。兄弟们闻到了我身上的鸡肉味，眼里都喷出火来。其实我也没吃多少，就2块肉，还不够我塞牙缝，况且还忙活了大半宿。他们不听我解释，将我狠狠暴揍一顿。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，我习惯了，只能默默忍受。我委屈地窝在门缝那里，眼巴巴地瞅着爸爸的屋子，盼着他早点拿吃的来，这样兄弟们就不会再欺负我。爸爸那屋灯一直亮着，下半夜还传来了砍剁东西的声音。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在忙着给我们做吃的。果然，我一觉醒来，天已经大亮。爸爸打开了我们的房门，他端来一大盆肉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孩子们，吃肉了，来来来，多吃点。”我们欢叫着，呲开尖牙，一拥而上，你争我抢，很快就把那盆肉吃得精光。只是我吃的时候总觉得有股脂粉味儿，我不太喜欢。兄弟们连骨头都啃得干干净净，剩下的残渣被爸爸清扫干净。而我也没再见过那个叫春红的女人，估计天没亮她就走了吧，这很正常。从我记事起，爸爸就一直单身，他偶尔会带女人回来，情况差不多，都是饮酒作乐玩游戏。其实他带谁回来我们并不关心，我们关心的永远只有食物，而女人总是我们的福音，因为他们来之后的第2天，我们总是能吃到好多肉。虽然家里没有女人，但爸爸在家时还是将我们照顾得很好。除了1日3餐，他会细心地打扫我们的屋子。日头好的时候，会放我们出来在院子里玩耍。这院子很大，只有中间和靠我们这半边是水泥地，其余大半都是荒芜的，长着杂草和几棵树。无论是院落还是田地，只要长荒草，就显得凄冷荒凉，毫无生趣。尤其是晚上，冷风一吹，更是阴森森、冷飕飕的。我们的院子就是这种，连大白天都感觉是阴冷的。爸爸却从不在意。有时他会在树下挖土，忙活好半天，却从不见他挖到什么宝贝，也不见他种点什么。不过这些复杂的问题我不用去想，就算挖到宝贝，爸爸也不会告诉我们。在他眼里，我们都是贱命一条。他养了我们，我们就要对他忠诚，对他唯命是从。阳光下看着我们满院子奔跑撒欢，他的笑也是欣喜的。他大声说：“儿子们，多晒太阳，多吃肉，你们才长得快，长得好。”大哥傻笑着跑到他面前撒娇卖萌，爸爸摸摸他的头，又站起身将他抱起掂了掂，眼里满是宠溺和欣慰。不错不错，真沉啊，该出货了。
他放下大哥，拍拍他的后背说：“乖儿子，去玩吧。”之后，他摸出手机打电话。下午，一辆厢式小货车就开进我们的院子，又是那辆车，他拉走过我很多兄弟。从车上下来一个壮实的男人，爸爸笑着迎过去，接过他递来的烟，叼在嘴里。两人靠在车上抽烟，看着院里开心玩耍的兄弟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。老弟，辛苦啦，有钱赚，你让我天天跑都成。妻哪有那么简单？看看老子这货，不是谁都养得出来，咱可是有秘方。男人眼里闪着好奇的光，凑近了些，啥秘方？说说。爸爸诡谲一笑，都说了是秘方，还能告诉你？别瞎打听，你只管拉货，挣你该挣的钱。妻卖关子，不想说还起头。得了，干活。爸爸说着，把烟头一扔，大声喝叫着，把兄弟们全赶回屋里。之后，他点了大哥的名字，让他出去。大哥犹豫着，眼睛直勾勾盯着爸爸。爸爸冲他招手，厉声大喝：“土豆，出来！”大哥吓得一哆嗦，立刻俯首贴耳，脚步颠颠地跑出去，在爸爸的指引下，先称了体重，然后上了那辆车。接着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有早就向往离开的弟弟，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撒着欢地跑出去。我们从小接受爸爸的服从训练，在棍棒之下长大，只要他凶起脸，没有谁敢不听他的话。不过凡事都有个例外，一个弟弟看着车厢，不仅迟迟不肯上车，还直往后退。爸爸见状，操起棍子一声大吼，那弟弟吓得立刻趴在地上，不停发抖，小声哭泣。那男人嗤笑，都吓尿了。爸爸拍拍他的脑袋，乖儿子，换个好地方，天天有肉吃。说着，就与那个男人一起将那弟弟粗暴地抓起，扔进车厢里。男人也跟着上了车，随后传来金属碰撞的声音。片刻后，男人下车将车厢锁起，拿出一沓钱递给爸爸。爸爸接过钱，笑得脸上都起了褶子。我不知道他们会被拉去哪里，反正爸爸用他们换了钱，去的地方应该也不会好吧。还好他不拿我换钱，因为我有别的用处。当晚，爸爸给我们准备了很多食物。乖儿子们，爸爸要出去一趟，过2天就回来，这些吃的你们都省着点。因为走了好几个兄弟，我们的屋子没那么闹腾了，也不像以前那样哄抢食物。第3天，我们才把食物吃完。傍晚，爸爸回来了。这次他不仅带回了女人，还带回了很多生活用品和10几个兄弟。这些兄弟有大有小，有干净的，也有几个浑身脏兮兮的。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，脏兮兮的这几个应该是在外面捡的。女人先是环顾我们的院子，嘴里啧啧赞叹：“这院子真大，真好啊！”最后，目光落在那几棵绿油油的树上，又夸赞道：“那几棵树长得真好，铁柱哥，你这虽然偏僻，可真像世外桃源啊！”爸爸搂着她，眉开眼笑：“喜欢吗？哥没骗你吧？以后就是咱们的家了。”女人雀跃：“当然喜欢，我老家也有这种小院子，日头好的时候就在院里晒太阳，可舒服了。”爸爸放开女人，忙着卸东西，那些兄弟就满地爬。女人说：“他们太脏了，帮他们洗澡吧。”爸爸欣然同意，笑眯眯地去烧热水。他的表现跟以往有些不同，有耐心多了。不过这些我们都不太关心，我们更关心的是明天有没有肉吃，那种能让我们敞开肚皮吃的肉。很快，那几个兄弟就被他们洗得干干净净。不仅如此，那个女人还给我们煮吃的。我远远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，不时翻翻这里，翻翻那里，找吃的，找调料。找不到就大声问爸爸，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主人。以前来的女人花枝招展，从不会下厨，或许是爸爸不让，而她的确是有些不同。天才黑，饭就熟了。爸爸带她来送饭，喜笑颜开。乖儿子们，她叫樱桃，是爸爸的老相好，以后就住这儿了。樱桃真好听，她看起来白里透红，确实像熟透的樱桃。樱桃看着我们，温柔地说：“饿坏了吧？快吃，以后我天天给你们煮吃的。”天天？真的吗？他明天不会离开吗？看着大家争先恐后抢饭吃，爸爸搂住他说：“走，别管他们，咱们也去吃饭。他们要吃饭，要饮酒作乐。”看着他们回了正屋，我有些激动，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。想着明天的肉，我感觉嘴里的食物变得十分乏味，随便对付几口，便蜷缩在门口看对面的动静。按惯例，过不了一会儿，爸爸就会来喊我去玩游戏的。可这一夜竟然风平浪静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第2天，我们没有吃到上次那种肉，樱桃也没有离开。他很勤快，忙里忙外收拾屋子，打扫卫生，给我们做吃的，边做事还边大声聊天，指使爸爸做这做那。爸爸竟也依着他，脸上的笑容不再让人感到害怕。原本冷冷清清的院子，因为他的身影变得鲜活起来，我们都很喜欢他。看得出他很喜欢这个院子，说这院子只长荒草可惜了，要在院里种上蔬菜瓜果，家里就有新鲜菜吃了。爸爸却沉下了脸，似乎不太赞同。樱桃仗着爸爸喜欢他，不看他脸色，拿起锄头就要去除草挖地。爸爸怒了，一把夺过锄头扔掉，呵斥道：“不许种，老子这儿的风水早有先生来看过，就得养草。你这婆娘不安好心，破了风水，老子挣不到钱，看你喝西北风去。”樱桃呆住了，不解地看着他，一下子就红了眼眶。
从认识以来，这男人从未冲她发过这么大火，泪水就那么一颗颗滚落下来，给人一种梨花带雨的感觉。爸爸原本举起的手水灵灵地放下了，讪笑着去搂樱桃。他倔强地躲避着，又半推半就。爸爸无奈，只好道歉：“好啦好啦，是我不好，不该冲你发火。人家大师来看过风水，这几年顺风顺水，不好乱动，乖，听话。你不是要跟我结婚吗？我答应你，过些日子就跟你去领证。”樱桃破涕为笑，顺从地靠在爸爸怀里。铁柱哥，这些年我吃了很多苦，碰到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咱们认识半年了，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在了心里，就想跟你好好过日子。爸爸拍着樱桃的后背，笑着说：“好，过日子，好好过日子。”樱桃低着头，自然看不到爸爸的表情，可我却看得清清楚楚。他那种阴阴的冷笑，与前几日不同，让人感到毛骨悚然。这几年，爸爸一直没卖我，我看着女人们来了又离开，从没有一个真正留下来过日子。樱桃真的会是例外吗？几天后，经不住樱桃的软磨硬泡，爸爸还是同意他了，在院子里种菜。只是他给出了范围，做了严格的规划。他说只能在这几处种，别的地方千万不能动，风水先生一再强调过的。我的院子我最清楚，只要动过我都看得出来，要是破了风水，影响生意，那就闯大祸了。樱桃，这是你得记牢了，你也不想以后的日子吃糠咽菜吧？铁柱哥，知道了，我肯定听你的，我保证以后咱们有吃不完的蔬菜。樱桃笑嘻嘻的点头答应，脸上神采飞扬，开心的像个孩子。爸爸看着他，眼神十分复杂。之后的日子，樱桃真的很听话，只在爸爸划给他的那几处捣鼓，认真除草，卖力挖地，然后撒上各类菜种。爸爸在他忙活的时候，常常去看，他也不客气，每次都让爸爸帮忙。爸爸嗤之以鼻，种地啥玩意儿啊，老子可不是干这个的。你要嫌菜不够吃，老子每天都陪你出去买，整这些活真是不嫌累。他有一辆摩托车，进出还是挺方便的。樱桃听了撒娇嗔怪：“铁柱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闲不住，从小劳作惯了。你嫌累，不想帮忙就算了，你就在一旁看着吧。”他边干活边絮絮叨叨说着话，都是老家生活时鸡毛蒜皮的小事。爸爸听了一会儿，嫌他话多，嫌无聊，便回屋了。樱桃看爸爸走远，脸色阴沉下来，两眼直往不远处的一棵树下瞟。那棵树下的草稀稀拉拉的，像是被除过又长出来的，跟周围茂盛的草有很大区别。这样状况的树有好几棵，都是爸爸列出的禁区。我记得樱桃到家的第一天，爸爸就严厉警告过他。他说这些树是正经的风水树，是按特殊的阵型种下的，经常都要松土养护，但只能我自己来，女人不可走近，不可翻动，会坏风水。樱桃当时答应着，却在几天后的夜里鬼鬼祟祟的来到院中。不知是不是害怕，他打个冷战，回头看看屋子后，径直往树那边走去。正在这时，我看到正屋门口人影晃动，猜想是爸爸出来了。这女人可真不听话，明明爸爸不让她去，她还要去。不听话是要吃苦头的，要是她被爸爸打坏，就吃不到她做的饭了。所以我忙不迭地大叫一声。樱桃吓得呆住，不知所措地蹲下身。同时，正屋门口一声喝问响起：“樱桃，你干嘛？大半夜不睡觉？”我看到爸爸站在门口，他的眼睛闪着寒光，犹如地狱中的恶鬼，让人遍体生寒。夜色下，我看到樱桃似乎在发抖。铁柱哥，我想撒尿，可我不敢去厕所。撒尿？你是真的想撒尿？爸爸的语气十分怀疑。当然是撒尿，不然这大半夜我出来干啥？乌漆嘛黑的，好吓人。你知道我晚上陪你喝了好多啤酒，要不是憋不住了，我都不想出来。说这话时，樱桃的语气平静了好多。爸爸怪笑一声，走吧，老子陪你去厕所。不用了，我一时害怕，在这儿就撒了。樱桃边说话边提着裤子站起身，动作自然地整理衣裤。这样一来，我也相信他是出来撒尿的了。爸爸骂了一句：“憨婆娘，乱撒尿！”还好没到那边，差点坏了老子风水。以后拿纸桶进屋，实在要去就喊老子陪你去，别到处乱尿。好的，铁柱哥，人家还不是不忍心喊你吗？樱桃很快回到爸爸身边，一头钻进他怀里，紧紧抱住他。你不听话，我要收拾你呀！一会儿可别求饶。爸爸将他抱起进了屋。不一会儿，屋里就响起了他们奇怪的声音。从那之后，樱桃就不再起夜了，只是更喜欢这个院子，才有了现在的挖地种菜。爸爸不看他时，他总望着那些树，发愣，眉头也皱起来，却始终不敢迈过去。这段时间，爸爸很少外出，要出去必然叫上樱桃。樱桃沉默了很多，有天摘菜时，他直接问爸爸：“你不是做生意的，怎么都没见你出去？这可怎么赚钱啊？天天在家，像是守着我，感觉不放心我。我要做你老婆的，我还能把你家给背走了。铁柱哥，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啊！咱们年纪都不小了，早点领证，早点生娃，多好。”他越说似乎越委屈，还红了眼眶。爸爸愣了一会儿，皱着眉若有所思，之后过去哄他。最后，他像是下了决心似的说：“好，就依你，
多做几个菜，我出去约几个哥们来喝顿酒，算是对他们有个交代。樱桃面露喜色，叮嘱道：“咱家酒没了，你买点，人多的话肉也带些，省得让人笑话。快去快回，还等着你帮忙呢。”临出门时，樱桃还特意帮爸爸理了理衣服，让他穿得周正些。眼看着爸爸出了门，摩托车的声音渐渐远去，樱桃拴上大门，咧起了笑，动作麻利地拿起锄头就朝那头的树走去。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只见他走到树下，扭头四处看看，随后举起锄头就开始挖。他要干什么？那可是爸爸的禁区啊！他又不听话了，我想阻止他，可我被锁在屋子里，铁门、铁锁、铁链，根本出不去，只能干着急。这时，我看到院墙上不知何时冒出了一个人头，他一眼便锁定了正在忙着挖土的樱桃，露出一个瘆人的笑。是爸爸，他去而复返了。未作停留，爸爸轻车熟路地踩着院墙上的几处凹坑，轻轻落到地上，顺手拿起一根靠在旁边的粗大木棒，缓缓朝樱桃走去。爸爸要打他吗？我想起爸爸打我时的情景，紧张地屏住呼吸。这么粗的棒子，他会被打死的。而樱桃正专注地挖土，对这一切浑然未觉。我急得大叫一声，想提醒他，可他似乎在土里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，啊的一声惊叫后猛退2步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直往后挪。他被看到的景象吓坏了，完全没有听到我的声音。嘿嘿，还是被你看到了，这可是秘密哦。爸爸的声音似乎还带着笑，却阴森的可怕。他高高举起了木棒，脸上是夸张而诡异的笑，如同地狱中爬出的恶鬼。樱桃石化了几秒，缓缓转过头来，随即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，害怕地闭上眼睛。我急得大叫，不停挠门，可那棒子并没有敲下去。樱桃睁开眼睛，看着眼前凶神恶煞的男人。爸爸诡异地笑着，仍然举着棒子，仿佛他就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恶鬼，正在欣赏受惊的猎物，做最后的垂死挣扎。樱桃，你真不听话，不听话可是要付出代价哦。樱桃挣扎着往后挪，颤着声问：“那尸骨是不是我姐姐？是不是郑红英？”爸爸缓缓逼近，自顾自说话：“我给你吃，给你穿，给你钱花，你却骗我！你们这些贱货，没一个好东西！”樱桃的泪水夺眶而出：“就是你，一定是你杀我姐姐！你这个畜生，我要报警抓你！”他边骂边起身，跌跌撞撞地跑向厨房，可不小心一跤摔倒在地上。爸爸一点都不急，将木棒扛在肩上，缓缓走向他，从自己的裤兜里掏出一部手机：“樱桃，你是要去找这个吧？嘻嘻，你以为我那么蠢，我不拿走它会放心出门？你还是太心急了，早就看出你有问题。可我真喜欢你啊，想最后试试你，可你还是骗我，你怎么能骗我？谁让你骗我？你跟他们一样，都是贱货，统统都该死。”他的脸变得狰狞痛苦，仿佛他才是受了天大的伤害。你这个变态，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跟你在一起每一秒都是噩梦，看见你我就恶心。是你杀了我姐姐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，我跟你拼了！樱桃恐惧地往后挪，手在地上胡乱抓，猛地抓起一块土砸向爸爸。爸爸轻易躲过，一步步向他逼近。樱桃强撑着站起来，往厨房踉跄跑去。爸爸并不急，慢慢追进去。我再也看不到他们，只能听到叫骂声和东西打翻的声音。渐渐的，厨房里安静下来。爸爸浑身是血，提着一把菜刀走过来，冲着一直狂叫的我们骂道：“畜生，再叫就连你们一起剁了！”那血腥煞气狠狠将我们镇住，我们全都紧紧闭了嘴，小声哭泣。当晚我们没饭吃，第二天爸爸又端来一大盆肉，像往常一样笑嘻嘻地说：“乖儿子们，吃肉了，多吃点，快快长大。”兄弟们饿坏了，冲过去狼吞虎咽。我没去争抢，打心眼里不想去争抢，可想吃的欲望一次次占据我的脑海，就像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我控制，将我吞噬。我无法挣脱，如同行尸走肉般冲过去撕咬那盆血肉。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，我们都不是当初的我们，我们全都红着眼睛，流着咸水，变成地狱中爬出的恶鬼。看到这儿，你一定知道了，我是一条狗，是爸爸张铁柱养了几年，一直没舍得卖去餐馆的肉狗。生而为狗，我实在抱歉。原本应该看家护院，做人类最忠实的朋友，堂堂正正地活在温暖的阳光下。可命运让我来到这个冰冷的院子，从此开启罪恶的一生。我的天性是忠诚，张铁柱给我吃得住的，照顾我养育我。他说他是我们的爸爸，我们是他的乖儿子，我们要听他的话。我半岁时，他开始特别对待我，他训练我的服从性，常常将我打得遍体鳞伤，直到我在他面前瑟瑟发抖，俯首帖耳。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我才结束被毒打被虐待的噩梦。此后，我不知不觉成了恶魔的爪牙，却没有能力阻止他，因为我只是一条狗啊，真真实实的一条狗。我简单的脑子想象不出，有的人看起来像人，却并不是真正的人，他们比恶鬼还可怕。樱桃离开后，小院失去了仅有的生机，越来越阴冷。我只觉我们的报应也快到了。这以后，张铁柱又恢复了以前的日子，有着又偏又远的小院做掩护，他行事更加张狂，好像他就是地狱使者，可以随意决定一个人的生死。这个院子依旧不时有女人来，
可没一个像樱桃一样。张铁柱看着我们吃肉时，常常得意大笑。活该，他们都该死，都是贱货，一点点诱惑就来送死。有时他还会带男人来家里喝酒，与人称兄道弟，高谈阔论。可他从不会伤害他们，甚至在他们看上某条狗狗时，还会慷慨地让人带走。他说：兄弟如手足，要珍惜；女人如衣服，脏了就扔。荒草又长满了院子，那些还没长大的蔬菜秧苗早已枯死。一天傍晚，张铁柱又带回一个女人。这女人穿着黑色短裙，烈焰红唇，非常漂亮。她似乎很爱喝酒，进门的时候手里还拿着酒瓶，自己喝一口，还喂爸爸喝一口。张铁柱这些日子嗜酒如命，常常自诩酒量好，没人能喝倒他。可今天他走路都有些踉跄了。女人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嘴里说着不能喝了，已经醉了，却又清醒地给张铁柱灌酒。他嗲嗲的声音让爸爸两腿酥软，口水直流。两人回屋后没多久，院里就开进来好几辆警车，还来了好多警察叔叔。穿黑裙的女人一改喝酒时的醉态，变得精神利落。一个叔叔递给她外套，朝她竖起大拇指。小许不愧是千杯不醉，执行这任务受委屈了。小许道：没啥委屈的，有你们做后盾，我心里踏实。这畜生没同伙，就他一人，制服他后，我在他内室的地洞里搜出很多女性的首饰和随身物品，我们的怀疑是对的。当晚，张铁柱就被带走了。之后，警察叔叔们在院子里日夜忙活，整个院子都翻了个遍，挖出了很多骨头。而我们因为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被就地处决。本市最大的一起失足女失踪案被成功破获。凶手张铁柱4年来杀害失足妇女17人，他将受害人诱骗至家中，实施侵害抢劫，并拍下淫秽视频牟利，最后将受害人残忍杀害。他以饲养肉狗为掩护，处理受害人尸体，手段极其卑劣残忍，被处以死刑。此案中，受害人均是外地女子，几乎都与老家关系不好，因此失踪后无人报案。唯有一名叫郑红梅女子曾到派出所报过姐姐郑红英失踪多时，虽然立了案，却并无任何进展。可郑红梅并未因此放弃，想独自找到姐姐失踪的线索。经过多方打听查找，她最终锁定了喜欢勾搭三陪女的张铁柱，以己为饵，寻找证据，最终还是被他残忍杀害。多年行凶，张铁柱一直逍遥法外。他认为自己作案手段非常高明，沾沾自喜，得意忘形。一次与一个好兄弟喝酒，不小心说漏了嘴，那哥们惊出一身冷汗，也不管他说的是不是醉话，第二天就跑去派出所报案，残杀10几个女人。警方对此高度重视，立刻行动起来。经过对张铁柱暗中调查，这人确实非常可疑，可却没有他犯罪的确凿证据。直接传唤又担心打草惊蛇，为引蛇出洞，警方做了周密部署，最终破获这起惊天大案。我叫郑红梅，有个姐姐叫郑红英。我们父亲早亡，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。为了养活我和母亲，姐姐10几岁就外出打工。她省吃俭用，将大部分钱都寄回家里贴补家用，还说要供我读书。可麻绳总挑细处断，在我上高1的时候，母亲生了重病，需要高昂的治疗费用。为了照顾母亲，我不得不辍学。姐姐让我不要担心，治疗费她会想办法。我不知道她能有什么办法，毕竟她只是没上过学的农村女孩，能像以前一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之后，姐姐寄回来的钱真的比以往多了很多。我问她，她什么都不说，只让我好好照顾母亲。然而半年后，姐姐再也没有寄钱回家，甚至完完全全失去了音讯。一边是重病的母亲，一边是失踪的姐姐，那些日子我被折磨得心力交瘁，特别绝望。面对母亲高额的医疗费，没有任何亲戚愿意借钱给我，我只能在照顾母亲之余，抽空在附近打零工。烧烤店服务员、送餐员工地上，只要能变钱的，再苦再累，我都愿意去干。可我挣来的钱不过是杯水车薪，我也支撑不住，累倒在路边。我无力支付高额医疗费，只好将母亲接回家。没多久，母亲就带着遗憾离世了。死前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我找到姐姐郑红英。处理完母亲的后事，我只身来到姐姐打工的城市。为了生存，我干过很多工作，餐馆、洗脚城、酒店、烧烤店，到后面甚至化名樱桃到夜店工作。我边工作边打听姐姐的下落。期间，我曾去派出所报过姐姐失踪，让帮忙寻找。警察虽立了案，却没有任何进展。我等不了，便打算自己寻找姐姐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在1年后打听到姐姐的消息。这时我才知道，为了挣钱，姐姐做起了皮肉生意。我心痛得不能呼吸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几经辗转，我找到了跟曾姐姐熟识的小鱼姐，她把姐姐失踪前接触过的男人告诉了我，其中就有张铁柱。小鱼姐还说张铁柱出手大方，与姐姐来往较为密切。姐姐不辞而别，她还以为姐姐赚了钱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她说干他们这一行，时间长了总会寡情些，大家都明白，谁也不会去寻根问底。另外2人，一人病故，另一人离开本市，下落不明。我敛起风尘气，以己为饵，化作纯情妹子樱桃，刻意去接近张铁柱。或许是脂粉堆里待久了，他很喜欢我。
我便口口声声要嫁给他，让他带我回家里。如果姐姐真的与他来往密切，他家里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。交往半年后，张铁柱终于带我回家了。一进他的院子，我就感到一股冷意，那一屋子的狗更让我发怵。他叫他们儿子，看得出他很喜欢他们。这样的话，我只能投其所好，装作很喜欢狗狗，与他一起照顾他们。他果然很高兴，高兴起来会跟我讲他以前的事。他说小时候他爸是酒鬼，喝醉了就打他们母子。10岁那年，他爸把自己喝死了，他妈就抛下他跟男人跑了，他从此就特别恨他妈。长大后，他爱上一个女人，都谈婚论嫁了，那女人却卷着他的钱跟别人跑了。从此他不再相信女人，他恨女人。讲到这里，他大发雷霆，砸东西，大骂女人都该死，女人都不是好东西，总是骗他。我吓得躲在一旁，发抖哭泣。他仿佛清醒过来似的，抓住我说：“樱桃，我是真心待你，你不可以骗我，否则我会杀了你。”他两眼通红，眼底的疯狂让人害怕。我觉得姐姐肯定死在他手上了。为了稳住他，我哭着说：“我是真心的，我不会骗你。”他高兴起来，说只要我不骗他，他就会跟我结婚。可我非常怕他，我只想赶快找到证据，逃离这里。没想到的是，他虽然带我回来，却并不相信我。他拿走我的手机，说让他保管，偶尔打电话，他也要在一旁听着。而且他哪儿都不去，与我形影不离。我趁他上厕所时，翻过他的手机，翻过他的屋子，除了找到一双丢弃的床底下的女性丝袜，别的一无所获。但这也恰恰说明，他这人确实有问题。他若心里没鬼，何必处处防着我？我注意到他满院的杂草和那几棵奇怪的树，我种过地，栽过树，我知道那里才被翻动过不久。其他地方没动，偏偏只有树下翻动。树一般不需要施肥，那他挖了干什么？是埋什么东西吗？我装作喜欢院子，热爱生活，要在院里种瓜果蔬菜。他却强烈反对，我越发觉得有问题。软磨硬泡好几天，他终于同意我种菜。其实我就是想借机刨土里，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。可他太狡猾了，他借口风水给我划定了栽种的范围，还时时过来盯着。我更加怀疑那几棵树下有问题。每天忍受着他的蹂躏，事情却毫无进展。我心急如焚。终于在1个月后，我找借口将他支出去，想着只要找到可疑的东西，我就立刻报警。手机我也找借口要回来了，就藏在了厨房里。可惜我以为完美的暗地行动，却是他有意设置的陷阱。生命的最后，他狂笑着告诉我，我姐姐郑红英早死了，不是我挖到的那具尸骨，而是最远的那棵树下早已成了白骨。他说我骗了他，我该死。我也告诉他我为什么会去挖尸骨，因为我看到了被他害死的冤魂，他们全都来索命了。他的末日就要来了。